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还在争流量，那个曾被全网骂的孟子义，怎么就悄悄成了95花最稳的那个？95花一堆人起起落落，吵吵闹闹，而最看着不显眼的那个，偏偏成了现在最稳的。那就是孟子义，这个开局口碑一般，现在却越走越顺的黑裙红裙大长腿本人。我最早注意他，不是《陈情令》，也不是花千骨，而是某次活动图刷屏。他一身黑裙，腰细到离谱，红唇一抹，腿细又长，镜头一拉远，红裙黑裙换着穿，完全就是行走的修图软件。当时我还在群里吐槽，这颜值和身材配置，不火都对不起造型师。但说句公道话，靠脸和大长腿火3天很容易，能从骂声里熬出来才是真的硬。他1995年生人，北电表演系本科，身高170厘米，体重47千克，这身板放娱乐圈都算打眼的。2014年在电视剧《武神赵子龙》里演夏侯青衣出道，那会儿演技稚嫩是肉眼可见，台词、表情都挺青涩，而那个时候网络也没给他啥面子，口碑差的阶段有多尴尬，你翻翻那几年的一些评论就知道，演技被说木，被吐槽油，再加上营销节奏乱七八糟，还有角色讨喜度的问题，黑屏一抓一大把。有人直言脸好看但没记忆点，还有人说他镜头一多就出戏。那几年他的作品不少，但存在感就是不上去，典型的你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但谁也叫不出名字。而转折点真的是靠熬出来的。2019年他演了《陈情令》里的温情，角色争议挺大，有观众不喜欢剧情改动，骂角色顺带骂演员，这种情况在国产剧不稀奇。可是你看他后来的采访，面对争议就是很实在的说理解观众，也会反思自己表演哪里可以处理得更好，没有甩锅剧本，没有怪观众不懂。这个态度放娱乐圈已经不多见。行业里有个心照不宣的逻辑，你只要挨过前3年骂不跑，出戏不撂，剧本不乱挑，总会撞上一个合适的角色。孟子义后面接连遇上几部热剧，像《燕云台锦绣男歌》里知名度慢慢往上爬，《安乐传》、《蒙伊田妻》等陆续刷存在。他属于哪种？不是那种一夜爆红，而是一部部剧堆出来的熟脸。观众先记住脸，再慢慢记住人。真正把他推上更高一层的，是近2年他在综艺和新剧里的表现。他上综艺《花儿与少年一起》、《露营吧奔跑吧》等，总能刷到他的片段。有人说他有点作，也有人说他直来直去。可奇妙的是，多看几期，你会发现，他其实就是典型东北女孩那一路，嘴快，反应快，有点轴，但不坏。他自己也公开说过，年轻时不太会说话，容易被误解，现在学着多听多看。再说回影视，媒体统计他现在已经参演了34部电视剧、3部电影。这个数量对一个95后女演员来说，节奏不算慢。关键就是他没有停在花瓶阶段。你细看他最近几年挑的角色，古偶、美强惨、事业线女主、群像戏里的关键角色都在试。像有些同期小花，就只敢待在一个舒适区里打转，粉丝看得在上头，路人也会腻。而说到95花，你看同梯队，赵露思、虞书欣、白鹿，之前流量一个比一个猛，作品一部接一部，空降热搜那种。结果这1-2年，舆论风向微妙的变了，有人被质疑角色重复，有人被吐槽综艺人设，有人被作品质量拖累。热搜还是有，但热度跟早几年比，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点。孟子义这边倒挺有意思，他之前是被骂的最多的一个，现在反而是最稳的那一个。你打开评论区，
极端的黑屏已经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刻到他演的角色真人比预期顺眼，好像对他路转粉了。这种口碑变化靠的不是剧方公关，而是观众一点一点被磨出来的。他为什么能稳？我自己总结了3点，纯观众视角。一是稳定输出，他没有断档太久，也没有频繁消失，基本上每年都有作品播。还有综艺露脸，存在感一直在线，而作品质量有高有中，但很少那种口碑崩盘的大雷剧，这就挺关键。有些人一次翻车直接回炉重造。二是性格可辨认，你看他在综艺上不是那种精算型说话，反而有点直，容易惹小争议，但真情绪是真实的。比如玩游戏摔倒会气鼓鼓，比如被误会会当场解释，比如遇到不公平会站出来讲话，这种没那么油的状态，很容易被普通人共情。大家更怕的是那种永远完美、永远不出错的滤镜脸，那种人一旦露出一点裂痕，反噬更大。三是外形管理到位，这个就别装了，女明星想走长线，外形就是硬通货。她170厘米，47千克的身材，在高清镜头下都不太挑角度，黑裙也好，红裙也好，造型师怎么折腾，镜头下基本没太大风险。她那双大长腿，说直白点，就是她的移动广告牌。活动图、路透图一出，先被讨论的肯定是身材状态又绝了。而这种稳定好看，在注意力这么分散的时代，是很加分的。我身边有朋友以前说不喜欢她，觉得就是长得好看，气质有点拽。结果去年一起追剧，追着追着突然来一句，她演这段还挺有层次的。人设本来很扁的，被她撑住了。我当时心里就明白了，这种从嫌弃到认可的转向，远比一开始就被夸更难得。而他自己在公开采访里也坦诚过，刚出道的时候不太懂怎么跟镜头和观众相处，只知道努力拍戏，忽略了沟通和表达。后来看到各种评论，也有过难受和委屈，但慢慢学会从专业上找问题。与其跟网友吵架，不如在作品里说话，这点我还挺认同。你再看现在的95花环境，卷得像高三冲刺班，有人卷咖位，有人卷时尚资源，有人卷带货能力，谁的粉丝声量大一点，谁上热搜就多一点。可是嗓门大，不代表路人缘好。孟子义这种算是反向操作，前几年黑多于粉，愣是靠作品和综艺表现，一点点把路人黑磨成还行有点好感。这种从负分打回正数的过程，说到底就是一种逆袭。当然他也不是没有天花板，现在他算95花顶流里争议最少的一个，但说到代表作、代表角色，还可以更狠一点。你看那些真正站定位置的女演员，一提名字就能蹦出1-2个经典角色挂在那。孟子义现在还在积累阶段，而这个阶段最怕的就是心急。他目前的节奏，我个人觉得算比较聪明，不盲目冲电影大女主，也不乱接瞎扑街的剧，稳扎稳打。我就纳闷了，现在动不动就有人要求女演员短时间封神，不封神就说她不行。可演戏这行本来就是一辈子的事，有人20多岁就吃红利，有人30加才被看见，有人熬到40加突然翻红。观众嘴上说想看新人，身体很诚实，对演得稳、看得顺眼、路人缘不臭的那批人，总会多给几次机会。而放回孟子义身上，他现在这个位置，对他来说其实是个挺巧的阶段。流量有，曝光有，争议往下降，粉丝基础不算恐怖但够用，黑粉累了也懒得造谣。普通路人开始愿意为他多看2眼。他要做的就是好好接戏，好好拍，别被虚火迷了眼。
说到底，娱乐圈就像一场超长马拉松，有人冲在前面冲太猛，中途抽筋；有人一开始被人嫌弃跑姿难看，结果越跑越稳。孟子义现在就是那个从被吐槽的跟风小花，跑成了95花里最稳的那一个的选手。未来能跑多远，没人敢打包票，但至少这一程，他跑得比很多人聪明。网友爱看黑裙红裙，爱磕大长腿没问题，但时间长了，真留下来的都是那些扛得住镜头、扛得住骂声、也扛得住寂寞的人。就看他接下来还能不能再整出一两个真能打的角色，让大家提起他的时候，不光想起那双腿，还会想起某个演得很到位的角色，那就更有意思了。